这部分当然就联动到我们看到中共在最近来讲，因为他们所谓的对于这些有关脑控武器对于这个脑皮层的一个控制煞有其事，也曾经出现在中共自己内部的部分他们曾经在2018年的《解放军报》就曾发表，未来的战争就从控制脑皮层开始这蛮凑巧的是，也跟这次美国在制裁中共的一些这个说明里面，其中他们也提到了，就是他们发展了这个不止侵害人权，也发展了这种所谓的脑控武器到底真的吗？有这样的脑控武器吗？如果是真的，中共已经在做这些武器的研发，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哪些的一些影响？不知道龚执政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不管研发脑控武器还是研究生化武器，这都是有实力的国家都会考虑的事情。即使你不去主动的攻击别人，至少也要了解这个别人是如何攻击你的如何防御敌人的攻击。所以说每个国家都要研究这些课题。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些国家的战略是否具有攻击性，它是否穷兵黩武走向军国主义，就像当年的苏联就是这样甚至在60年代呢，他还用这个所谓电磁波来攻击美国大使馆。那么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从2016年年底开始，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在古巴和中国都受到了类似的这种微波的攻击，他们也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脑损伤。这很可能就是俄罗斯或者中国在进行这种脑控武器的测试，特别是中国，它更有意愿跟更有实力去对美国发动这方面的攻击因为未来是中美决战中美冷战。这种攻击测试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们认为并不会造成这种两国的兵戎相见。但是等未来测试真的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这个产生出效果了就可以打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了产生这方面的优势了。中共解放军也从来不避讳解放军在1999年就出版过《超限战》另外呢，解放军的这个军报曾经也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的论文。因为解放军的实力跟美军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唯一实现这个军事平衡的方式呢，就是搞邪魔歪道要制造出这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非常规武器。那么脑控武器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对内镇压，一个是对外的这个战争加强军事人员的这个战斗力然后让敌方的士兵产生影响瘫痪对方的军力。但是对于这种非常超前的技术，我相信中国再怎么玩也玩不过美国的。虽然中国作为相对的弱者，他的这个道德底线比较低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是美国的军事技术怎么着也是远远超过中国的。更何况现代战争基本依靠的都是距离几百乘上千的公里的这种远程打击。就像美国在中东使用的这个 MQ-9 的收割者无人机，未来甚至还会出现利用 AI 技术的这种机械士兵所以说我倒不觉得说中共的解放军脑控技术有多么让人担心。我觉得这种技术可能更多的他们会用在自己人身上，比方说镇压维吾尔人。当然这在外界看来呢就是侵犯人权了就不得不要制裁了。我甚至觉得比起研发这种脑控武器或生化武器，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库中国现在有这种消息传出来，就是不停的在扩大核武库的规模，这才是我们担心的因为像美国、英国、法国这些民主国家，他们拥有核武器那不是很可怕的事儿，但是在一个独裁国家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他们还拥有核武器的话，那就失去了制衡，失去了这种可预测性，那么就会把这个世界带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这就为什么西方国家在极力的阻止朝鲜跟伊朗这样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因为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可是随意可以丢的特别是当某一个人下这个命令的话。
这跟公平不公平没有关系的，这不是说我能有你不能有的问题，而是这些负责任的大国，他要对全人类的安危来负责。我觉得现在全球最危险的就是中国，他已经拥有了核投放能力，还在研究各种各样的生化武器，他要变得越来越集权，暗中资助那些跟他一样的专制的独裁国家来发展这个核武器。我觉得这迟早要给全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那怎么做才能够既让共产党失去他的独裁权利，同时又保证他在临死之前不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啊，比如说跟敌人同归于尽啊？这可能是全世界现在所有的情报机构都要绞尽脑汁去想的事儿。